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波。因为我年纪到了，所以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买房，而且最近新青安很热。我自己本身是台北人，大家应该知道台北的房价就靠自己要买真的非常困难。我很多朋友也从台北看到新北，现在呢，朋友圈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青埔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青埔住4年的脱北者，真实心得是什么 ？Hello Bobo， 好久不见。Hello 大家，我是青埔的资深住民 Bobo。今天的访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，对你当然不能代表我。从窗外有田。晚上有蝉，下暴雨会有大水蚁的生态，住到现在高楼林立，商场一间接一间的开。那我今天问你几个问题，来跟观众说一下你的想法。第一个就是我比较好奇你当初为什么会选到青埔。本来我想买房子嘛，那台北人自然就看台北。我看了一圈，实在是太贵了，高攀不起，没有爸妈的帮忙，当时才20几岁的我根本就买不起。后来呢，我就只能考虑台北以外的地方。那时候啊，华泰其实才刚开2年，我去一次就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，超像我之前在澳洲 working holiday 那样的环境。所以啊，我就决定锁定青埔开始看房。其实我之前已经看了不少地方，像是林口啊、经国特区、中路，还有新北等等。但是啊，在青埔我只看过几间成屋和预售屋，我很快就决定了。毕竟那时候我才20几岁，我谁都没讲，就自己偷偷跑去签约。这是真的吗？签约的本子啊，回家还偷偷的藏起来。没多久，还有建设公司寄来的挂号信，还好家里没人收，赶快去邮局领掉。当初啊，还是议价的年代，从议价玩到签约，我整个手都在发抖。那时候确实有一点超出我的预算，我也是咬着牙买下的。大腿啊，那时候多很多淤青。之后呢，就开始努力存钱，一直到交屋啊，我都很怕我自己买贵。看了实价登录，还好没用。随着时间过去啊，我就证明当初偷偷去签约是对的。因为啊，我大概在搬家的前1个月才跟家人说，大家都超震惊，说你怎么会买那里？传说中草比人高的地方。那时候我确实承受很多不被看好的眼光。我妈还说，你大概住2个礼拜，你就会搬回来了。还好没有。对，还好你没有搬回来，因为你是在台北上班嘛。那这样住了3年多，通勤会不会有问题？大家应该都很好奇交通费还有时间。机捷的话，大概1个多小时可以到台北。现在还有 T Pass 1220，通勤上班我觉得还算便宜。高铁就更快了，13分钟就到板桥，到台北也只要19分钟。月票的话是4555，30分钟免费停车，还有一个立体停车场。但我主要是开车，尖峰时间交流道一定会塞，大概1个多小时到台北。但是啊，如果晚上不塞车，最快回家也顶多30几分钟而已。台北桃园的里程就比较高，我之前加油1个月会到6000块，于是我就当机立断换了电车，特成交。现在每个月充电费大概2000左右，而且我家没有充电桩。青埔的电动车真的超多的，常常啊到巷口不小心就车距，而且现在充电桩也陆续设置，我觉得越来越方便了。哇，一台 N7耶。华泰现在也有充电站，eBay，这里还有特尔的超充站。平常我和朋友会约出门，大部分都是约在台北。其实啊，搭高铁再转捷运，我觉得非常快到板桥大概13分钟。自由坐的话，你可能还在找位置，坐下来没多久就到了。那青埔的生活机能啊，还有居住的环境到底好不好？就从食衣住行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就先从吃东西讲起。我跟你一样有在断食，然后我大部分都自己煮。超市的话呢，附近有全联跟家乐福，开车15分钟会有一个好事多，而且那间好事多有加油站哦，开油车的好事多会员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事。外食的话呢，我自己喜欢吃小吃，像是2汤头鸭肉饭、牛肉面、鹅庄这几个我吃过比较多次，其他的话呢，你也知道，就餐厅比较多。这里还有家乐福跟很多餐厅。怎么可以漏了大元报纸蛋饼？外送的选择不是太多，很多都是百货公司啊，或是商场里面的餐厅。这里的环境，刚刚我们去绕过童话区嘛，街廓很漂亮。而且公园很多，它秋天的时候很漂亮。宫崎公园，这个是宫崎。一下交流道回家，就是一种很宁静的感觉。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家和公司分开的，就
就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住在青埔一开始是比较痛苦，因为施工多、工地多，邻居家的装潢也很多。但是这2年大楼也陆续盖好了，就比较少施工的声音。但是从化区就是这样，一开始住进来房价比较低，但是机能就比较少，施工也比较多，比较吵。但是这些东西慢慢消失，房价也就随着。之前网络上常常流传青埔的草很长，野狗很多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以前刚搬过来，社区楼下还有野狗，但现在真的没有什么野狗了啦。草的部分，我反而现在还希望有田园景和可以看飞机的房子。这就是田园风景，而且如果住高楼层，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很开阔。但是现在大楼真的太多了，已经没有这样的景。区外跟区内就是差这么多。而且你不要瞧不起草哦，现在你看到的那些草都是比较不太缺钱的建商或是地主，那些都是很精华的地段，是很贵的草草住的地段比我住的还贵。还有便利商店多吗？是不是买菜都只能在全联？全联是真的还蛮多间的，便利商店银行、邮局、诊所、药局、星巴克、路易莎早餐店，还有不少连锁品牌的餐厅等等，还有自己的停车场。还有药妆店甚至宝雅也有了。我最期待的麦当劳正在盖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置地广场华泰购物中心嘛。但是呢，我自己是搬来这里才去过大江，而且我觉得还算常去，因为那边的吃很多，而且停车很方便，还不用停车费。喜欢看电影的人，那里也有电影院，置地广场也有，这里也有一个喜乐时代影城。那我也很好奇你的邻居是怎么样的人？真的很多台北人吗？台北、桃园都有我也有听过竹北上班高铁通勤的。我自己看到邻居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家庭比较多，职业的部分，据我所知还蛮多是自己做小生意，在家办公或是在机场上班也不少。如果是台北通勤上班的话，内湖南港的也不少。青埔的学区呢，这么多年轻家庭移入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蛮注重学区的。学区这里有青埔国小。还有双语的青埔国中，跟一个大园国际高中，它斜对面就是书法公园。青埔地区的人口成长的还蛮快的，今年还有新的清源国小。清源国小，哇，这个学校真的超强。好大还有补习班，这边也蛮多的。大家都知道台北有很多地方逛，活动很多夜生活很多。那青埔这里呢？有人说青埔是乡下。都市传说已在时间播出。高铁只有到12点。如果说我在台北玩得太晚，可能就要找饭店住，或是像我自己会回家啦。不过我真的非常少这样搬来青埔，我的夜生活可能也是年纪的关系，就慢慢没那么多。而且大家也知道，年纪开始变大，体力就夜唱有时候都要补1天才补得回来。青埔的娱乐我觉得越来越多，现在就有2个商场嘛，电影院、Outlet。我姑姑是台北人，她超级常跑来华泰，3不5时就打来问我说在不在家一起吃饭。我的日常就是常走路去公园散步，也看到很多人遛狗遛小孩。我比较常去的是书法公园和清塘园。今天来书法公园走一下，天气很好。这个方向就是 A17，然后这一圈就是沿着公园，那边就是国泰还有华泰，超多小孩的，还有很多人来野餐。我现在来到了美术馆，儿童美术馆，然后这个是机捷的轨道。儿童美术馆现在已经开幕了，旁边就是清塘园，这里也很多人跑步、遛小孩这里就是 A19， 大楼比较多。清塘园有一个送子鸟，然后一样是有水和很多绿地。这边现在很多建案也是坪数比较大的。对面就是儿童美术馆，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我觉得和书法公园就是不一样的感觉，这里很像都市中的一片绿地。书法公园就我觉得比较宁静，可
能也是因为它的住宅区就是高度没那么高。我自己觉得书法公园很漂亮，当初我搬来的时候，它甚至还是工地呢。自己买房子，大家应该都有经验，就常常想要改东改西，这时候就会去 IKEA 添购一点家具，做一些小改造之类的。我听说有些房子可以听得到演唱会彩排，这是真的吗？五月天的演唱会之前很常在这，没错。如果有演唱会在附近啊，听彩排还听得蛮清楚的。棒球场也有不少活动，里长啊常常会有那种免费的票发给大家，算是一种里民的优惠吧。之前啊有客家博览会，客家馆就在狗棚路旁边。现在还开了儿童美术馆，有些音乐节啊也会在阳光剧场举行，我自己就去过蛮多次。最近还有一个万人瑜伽，现在来阳光剧场，然后对面就是机捷的 A17站，现在这里在办活动，万人瑜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后不后悔买青埔？青埔现在还可以买吗？说真的，我不会后悔而且我还后悔太晚买了。现在还推荐这里吗？以生活品质来说，我会推荐。这个问题真的很多人问三不五时，我就会听到我朋友问我，青埔现在到底还可不可以买？虽然现在这里已经有开出6字头，但是其实也不少3、4字头的中古屋，精华地段的价钱现在确实已经喊得很高了。这是站前广场，是吗？豪宅。算这里蛮贵的。最近这个连上光浴也很夯，很多人来看。其实我也有一直持续的在了解这附近的行情，像是保家这个。在青埔国中附近，已经算是区内的最后一条路。那这个建案，它开价是1坪50几，然后像这个 A18、A19保家最新的案子，1坪的开价到60几。最近青埔附近有很多区外的案子在推，因为啊区内的空地真的越来越少了。区外的话，1坪最近看到都是开价在30几左右，而且他们都有一直标榜开车5到10分钟就可以享受到青埔的生活圈。曹家当初区外这个案子也蛮红。左边那个就是高铁，然后我们这往 A19的方向开。其实像现在看到这个右边这边就已经是区外的，然后左边那一栋比较高的是 A19，然后机捷的轨道也就在前面。这里就是机捷 A19站，它底下也有那个特斯拉充电站。月桃路的拓宽。是元光路2段，最近这附近也有一些建案，有月桃路，这样看过去，前面就是青埔特区了。开车5到7分钟就可以到青埔特区。我是觉得买房子真的是要自己实际到这个地方走走看看，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像我就觉得我姑姑应该要搬过来，她非常适合买青埔。最近啊，我也听到不少就是更早期买的，他们都准备要换屋了，一样也都是选在青埔，只是住得更大，而且更新，好羡慕哦。那你呢？你还会想继续住在青埔吗？还是说你想要搬回台北了？台北的房价好像都一直遥不可及耶，而且追赶不上。我近期应该不会想搬回去。如果说短中期要换屋的话，我还是觉得青埔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青埔的未来呢？还值得期待吗 ？A18的站前广场还没开发，还有置地广场旁边有规划商办啊、饭店，还有商场，最近也盖得蛮高了。就在华泰旁边。A19儿童美术馆已经先开幕了，之后还有美术馆。棒球场的活动啊和比赛其实也不少。A17的话就是有书法公园、原住民中心、阳光剧场，最近也常常有活动，还有一些市集。我其实这几年推坑蛮多我台北的朋友来买，都已经来当我的邻居了。我的好闺蜜啊，之前她跟我买在同一个社区，还同一栋哦。但是呢，签约前她要临时反悔，她上个月又买回来了，买在我家的下一个路口。先恭喜一下你的闺蜜。但他一直很懊悔说，我原本可以买3房，现在只能买2房，而且价钱还比我当初买3房还要贵。但是他说他这次会很坚定，他签约那天就跟我说，他大腿多了好几个淤青。我跟你说，我买在你家附近了，
一样平数3房格局。结果我现在买是之前我们要买的那间2倍价钱，我真的是我老公也后悔死。最后，你帮我们总结一下青埔的3个优点，还有3个缺点。缺点先说好了，大家比较喜欢听缺点。第一个，吃的选择真的少，商场的餐厅比较多，但是就消费比较高，所以我大部分还是自己煮啦。但有时候很懒啊，想点个外送，选择的话真的没有很多，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常常就决定那天就断食好了，也比较不会常去乱吃啊，买咸酥鸡什么比较少，就也是有变健康啦。第二个是，如果是开车，尖峰时间就真的会塞车。那如果是通勤的话，高铁如果可以营业超过12点的话，我会很高兴。第3个是从化区目前还没有医院，有一个在规划中，但不知道要多久。不过呢，是有很多医美诊所和牙医。优点呢？你前面好评很多好，优点我怕你讲不完，你浓缩3个你觉得最棒的地方就好。第一个就是自住环境真的不错，街廓很漂亮啊，住得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我心情常常都还蛮好的，所以工作效率就跟着变好。如果说啊，你是喜欢那种美式生活的话，这边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台北的话就诱惑太多了，真的常常不小心就跑去逛街，或是跑去外面吃饭啊，买手摇等等。第二个优点就是公园很多，常常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遛狗啊、遛小孩，有小孩或毛小孩的，应该都会蛮喜欢这样的环境。当然，我自己是台北人啦，我是觉得如果以台北相比，就是大安森林公园那边算是公园比较大的嘛，但房价超高的啊。不过这里就一样的环境，但是房价相对可以负担一点。第3个是讲实际一点啦，如果说以北北桃生活圈，价钱呢，如果是你负担得了的，买到像这样子的环境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大的优点。谢谢青埔的资深居民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，谢谢你今天邀请我，我是奥波，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关于房子的主题。如果你们还喜欢，可以底下留言给我，或是敲碗一些你们想听的主题，也可以到 IG follow Bobo 的日常哦。如果大家反应热烈的话，我想之后这个系列可能可以继续进行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按下订阅，还有一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